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9期。来英国生活呢，大家都会听到一个代代之间相传的一句忠告，就是你去了英国，千万不要随便喝他们的水，喝了以后你就会发际线不保，英年早秃。英国人脱发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外地人，尤其是男人来这里住了几年，真的会通通变成秃顶吗？ Of course, the British are hardcore and so is their water. Seriously.朋友们，英国虽然有 39.23% 的成年男性已经失去了王冠上的荣耀，但是他们其实在秃王的排名中只能屈居第5名。法国男性以 0.01% 的微弱优势赶超成为第4名，德国人位居第3，西班牙牢牢占据了第2，第1名呢，最后告诉你，紧随着英国其后的是美国、意大利、波兰、荷兰还有俄罗斯。没错，如果你想要寻找头发保留完整的男性，那么欧洲大陆就是你最不适合来的那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成年男性的秃顶概率不仅覆盖面积广，而且受到牵连的年龄层之夸张，有 25% 的男人在20岁的时候就要面临脱发的烦恼， 30% 的30岁男人有脱发的问题，而到了50岁这个年龄层，这个概率变成了 50%。 如果你进入到70岁的话，80%的男人都难逃命运的魔爪，将失去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头发。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脱发趋势，形成了不同的秃顶发型。外科医生奥塔尔在研究了1000多位男性之后，在1975年提出了12种秃顶分类。我浏览了300多位英国男性名人脱发以后的发型，正面、侧面进行比照，我感觉不止12种吧。为什么我的偶像会掉头发？他是因为买不起滤水壶吗？我们有必要认真的了解一下男性脱发。在医学上，它的术语叫做 androgenetic alopecia。androgenetic 雄性激素 ，alopecia 它其实是一个拉丁文，来自于古希腊语中用来指掉毛的狐狸。男性荷尔蒙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基于这个理论呢，就有了很多神奇的民间说法，比方说一个男人秃不秃取决于他的外公，因为你的 X 染色体来源于你母亲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外公。但是有点不合理啊，你妈妈的染色体也可能来自于你的外婆呀，为什么只怪外公呢？还有就是秃顶这么一个基因为什么没有被优胜劣汰，而是作为一个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下来呢？因为脱发会产生更多的皮肤区域，帮助你从阳光当中吸收更多的维生素 D 啊，听起来好有道理。光头多么天然环保的阳光接收器，帮助你提供更多的男性生存利益。别忘了，在古代，秃顶的男人真的会被认为更性感、更有力量、更充满智慧，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你成熟的某种标志。基于男性荷尔蒙的理论支撑，导致很多人认为，如果你从事过多的力量训练，男性荷尔蒙飙升也会导致秃顶。但是另一个研究呢，又反过来推翻了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发现那些缺乏运动、颓废生活方式的人也容易秃顶。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会成为脱发的诱因呢？会的，压力山大的工作、生活，还有不健康的作息跟饮食习惯，都可能成为刺激你脱发的原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后天的环境有影响的话，英国的水质到底对英国人脱发有着多大的作用？它到底是主谋还是帮凶呢？事实上，科学实验表明，水质的软硬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发质。这就是为什么苏格兰人明明喝着比英格兰东南部更软的水，但却掉着更猛的发。种族遗传可能还是这当中最主要的原因。鉴于苏格兰地区 90% 以上的人口都是白人，所以这里成为英国男人秃顶重灾区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现实非常的残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万能的疗法可以治愈脱发，这导致许多的男人在心理情感上都陷入到苦苦挣扎。魔系的抗秃方式，比方说像鲁尼，他选择换掉自己的一小块头皮，当更多的英国男人选择比较佛系的方式，以英式寸头来迎接这个岁月的洗礼。如果你年纪轻轻来到英国生活，你开始陷入到了脱发的恐慌和困扰当中，请先不要紧张。我们每个人平均大概有10万根头发，每一天掉落50到100根，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头发以非常随意且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趋势在掉落，你可能就需要操心一下了。但这也并不表示呢，你就一定是命中注脱。研究显示，中国男人秃顶的概率呢，仅仅为白人男性的1/4，和韩国、日本差不多。一直到过了60岁，这个概率才会快速攀爬，越来越接近。所以呢，请先尝试寻找是不是其他的健康原因，调整心态和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坚信一定是水的问题，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我就要去买一个巨贵无比的滤水壶。如果做了这些能让你觉得心里舒服的话呢， just
Just do it. Oh, by the way， 千万不要去捷克，因为他们是秃顶排名第1的国家。就像女人也会面临衰老所带来的种种身体上的改变一样，面对自然的选择，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可能是情感上的支持，因为我们这个个体的一切是不会随着脱落的头发或者是身体上其他的改变而一并消失的。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欢迎留言告诉我，别忘了订阅我哟。拜拜。